绝对是20年内最打开的电影，不仅把小县城官场潜规则拍得淋漓尽致，还让剧情照进了现实。没有了。反正你告诉那些人相信吗？他说你这几个人要是再管不住，还不干。7月7日，特立独行才上映4天，拍摄地鹤岗的副市长周长友就官宣落马了。特立独行看起来似乎是超英喜剧，实则是一部披着架空超能力外壳的现实讽刺片。主创团队大胆拆解基层人情社会、权力乱象和官商勾结的真实生态。拍摄初衷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撕开现实病灶，让观众在笑点背后看清潜藏的社会潜规则，引发大众反思。在这部电影里，县长王心凌、邝老板赵金峰、副市长还有县长小舅子胡作昌4个人捆在一条利益链上，最后全栽了。其中副市长赵永胜是邝老板的爸爸，是这条线上最大的后台，儿子开矿捞钱，老子在上面撑伞，典型的官商父子党。在现实里，鹤岗市副市长周长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而鹤岗本身就是靠煤炭起家的资源型城市，影片里莱茵县的经济支柱也是煤矿，这下连产业结构都对上了。剧情能直接照进现实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这部电影拍得太写实了。主角王长海是30年前领着超英协会打跑外星人的超级英雄，结果回县城组建队伍照样被踢皮球。单位开介绍信去，带上单位公章。每次都要新材料，保险有没有？体检报告，每次都有先说。银行流水也没有。走起，驾驶证。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？没事，我就随便问，没有拉倒的。你要办什么业务来着？真是太难了。想正经走流程门都没有，但是托个人打个招呼，当天就能办好。在和领导吃饭的时候，超级英雄同样也要严格遵守酒桌文化。这球来的不会词儿，谁不喝醉谁是儿。县长，我敬您。来。王长海从一开始锋芒毕露的道德标兵，到后来学着打太极、搞周旋、说场面话，整个人被磨得没了棱角。超级英雄怎么了？进了这口大染缸，照样得变成会来事的高等牛马。但这部影片不仅写实，还很敢拍。金丰矿业2年接连搞出人命，点水每次上报的死亡人数都精准卡在重大事故认定线以下，多一个都没有，少一个都亏。这不是编剧瞎编的，现实里这种控指标的操作很常见，只要不触碰到某条红线，处罚力度就天差地别。出事了就带着律师上门，连哄带吓逼家属签字，赔偿压到最低，谁敢上访就给谁扣帽子。还有那块发展黑色经济的石碑，县长亲笔题的字就立在县城路边。黑色经济4个字，表面看是指靠挖煤撑起来的 GDP， 但是看完了电影，我想大家更愿意相信这是暗指灰色地带。路面裂了，地陷了，地下水爆炸了，老百姓日子过得提心吊胆，数字照样年年好看。结局处理的也别有深意。4个反派坐车去视察，路面突然塌方，连人带车全掉下去了。路是他们自己批的项目，工程偷工减料搞成了豆腐渣，最后死在自己造的窟窿里。王长海站在上面，有人问救不救，他只说了一句他不死，其他人怎么活？这不是在宣扬暴力，而是在说一个很残酷的事实：当某些人成了系统性的毒瘤，不拔掉，所有人都得跟着遭殃。这部电影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破了1亿，它为国产现实题材喜剧拓宽了创作边界，也让行业看到敢于直面社会现实、引发大众共鸣的作品，才是真正能打动观众的好作品。